目前呢，整体商品循环呢正在进入上行周期，而这对大部分制造、运输、零售和科技产业呢都是非常正向的讯息哦。那当然呢，投资人可能也会担心，向来波动比较。财讯美股笔记将完整解读财经作家艾谢克在财讯双周刊的独家专栏内容，精准解析总经趋势与美股脉动。嗨，大家好，我是 Francis 陈队。从2024年开年以来到农历过年之前，美国股市虽然偶尔有小幅回档，但是整体多头的气势呢还是非常强劲，三大指数纷纷创下历史新高。俗话说，涨多呢就是最大的利空。面对之后可能发生的回档修正，投资人应该要如何因应呢？那这一集呢，我们会持续追踪美国经济扩张动能是不是能够维持呢？接着呢，我们会分析耐久材和房地产的状况，毕竟呢，这两项数据也是经济能够持续成长的重要推手哦。最后呢，我们会来确认通膨和成长预期的假设有没有改变。那我们就开始吧。2023下半年因为服务消费维持强劲，加上商品消费回温，导致连续2季度的实质 GDP 高速的增长。第3季和第4季年增率呢，则分别是 2.9% 和 3.1%， 都是非常强劲的成长。那我们在上一集呢有提过，美国内需消费的重心正在从服务摆荡到商品，而12月呢最新的数据显示，商品消费的实质年增率已经高达了 5.02%， 创下从22年1月以来的新高了。那商品消费的转强究竟呢是昙花一现，还是正要开始呢？我们呢可以从1月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数据来找到答案。先来看比较重要的 ISM 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1月的总指数呢，一口气从 47.1 回升到逼近荣枯值的 49.1， 而更重要的新订单指数呢，来到了 52.5， 创下了20个月的新高。1月的新订单跳升幅度这么大，也暗示整体商品的需求呢正在大幅的回温。换句话说呢，第一季商品的消费需求很可能呢会是淡季不淡。另外呢，新订单的大幅跳升，同时呢也代表终端需求转强了。那更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呢，客户端的存货却反降到15个月的新低。那这代表呢，在未来一段时间，厂商呢会面临强劲而且迫切的回补库存需求。目前呢，整体商品循环呢正在进入上行周期，光是商品消费和回补库存需求就能巩固美国的经济增长，在未来几季的时间呢，维持相对强劲的扩张动能，而这对大部分制造、运输、零售和科技产业呢都是非常正向的讯息哦。那当然呢，投资人可能也会担心，向来波动比较大的 ISM 数值呢，参考性是不是比较低呢？那我们也来分析一下另一个稳定度比较高的标普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的总指数呢回升到了 50.7， 创下了22年9月以来的新高。新订单指数呢，则是创下了22年5月以来的新高。两个数据对照之下呢，就可以判定整体制造业和商品消费循环在2024年呢，将会延续去年下半年的趋势，启动了强劲的开年走势。那分析完美国经济扩张动能之后呢，在进入下一个阶段之前，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或是呢，可以针对您喜欢的哪一集留言来赞助我们。那大家的支持与鼓励都是让我们持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内容的动力哦。商品消费循环的启动对于总体经济的影响是很深远的。那其中呢，最重要的一块就是会明显拉升耐久材的消费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呢，从2022年以来的耐久材下行循环已经在过去半年呢得到有效的扭转了。那整体耐久材从去年12月的年增率达到了 4.8%， 电脑与电子产品呢是 4.4%，电子零组件呢，则是高达了 5.3%， 都是非常强劲的数据表现，而且呢，明显优于半年前的水平。那其中呢，最为疲弱的汽车相关零组件订单呢，也初步出现了落底的迹象了。12月的年增水平呢，是3个月的新高，化解了坠入负增长的危机。那随着美国车商加大折扣力道，车厂供应链生产恢复正常，还有利率进入降息循环，在这3大利多因素发酵之后呢，汽车产业有机会在今年走出谷底，缓步回温，进一步贡献整体耐久材消费的扩张。而今年美国经济的另一个看点呢，就是沉寂很久的房地产交易和新建。
将会有很大的几率在降息循环的帮助之下呢，成为巩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手。那事实上呢，最重要的4个房地产数据呢，不管是销售端的新屋销售和成屋销售，还是建设端的新屋开工和营建许可，从23年谷底回升的趋势呢，都是非常明显的。那虽然过去2年的强力升息让房地产交易和建设很低迷，但也让去年的基期呢非常的低。23年12月年增率除了成屋销售受限于库存不足，还停留在负值之外呢，其他呢，不论是新屋销售、新屋开工还是营建许可，都可以说是恢复到高速增长了。那最后一个呢，要讨论的重要数据就是有关金发少女经济确立的通膨和成长预期是不是能得到巩固了。那这其中呢，最重要的关键当然呢，就是消费者的预期心理了。我们在最新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可以看到，不管呢是经济咨商局指数呢，还是密大指数，在今年1月呢，都创下2年以来的新高。其中密大消费者信心指数在今年1月呢，更是创下了2005年以来最大的单月升幅哦。那由此可见呢，美国今年开年消费者信心的强势。同时呢，1月的密大消费者指数1年通膨预期则是持续的走低，已经连续2个月都维持在不足 3% 的水平。那这个水平呢，基本上已经和疫情前10年的前一轮经济扩张周期的通膨上缘水平相同，再次确认了美国这轮通膨危机已经结束了。总结来说呢，商品消费循环的转强，搭配依然不弱的服务消费增长，再加上强劲的消费信心和降到正常水平的消费者通膨预期，还有呢逐渐回升的耐久财消费和房地产潜在的扩张趋势，以上这些呢都暗示着美国经济运行在未来的几个季度还是会持续维持强增长、温和通膨的金发少女经济形态。所以呢，市场上流传着有关于经济动能转弱的猜测，大家呢是可以一笑置之的。在这样的总经大框架之下呢，面对市场偶尔的回档修正，投资人呢应该恐慌、担忧、急着下车，还是放松心情，坚持多方操作呢？那相信大家心中呢已经有清楚的答案了。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美股笔记。财讯粉丝们，您认为美股今年的市场面对回档时应该要如何操作呢？ A. 地缘冲突不断，又面临全球大选年度，无法判断。B. 回档就该获利了结，或是适度停损，持盈保泰呢才是稳健的做法。C. 持续加码多头部位，或是逢低进场，静待多头列车到站。欢迎大家留言讨论你们的想法哦。那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